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风格虽然不一样，但那个诚意绝对是满档。本集来看看由 CCS Toys 出品的《铁破魔神凯撒 Skull》，登场于作品马金凯撒 Skull， 全3话完结的 OVA 作品。叙述有一座岛，上面有个上次大战打完没有处理的炉子，它要爆了。一旦爆了，整颗星球也就跟着爆了。于是主角群们所属的组织就派他们来收烂摊子了。为了达成任务，就跟岛上的敌对势力打起来了。只有3集，所以也没有办法有太复杂的剧情啦，所以就是简单明了，战他娘亲。另外，本作并没有明示与无敌铁金刚或是魔神凯撒系列有任何的关联，是个完全的独立作品。CCS Toys 嘛，现搞的外盒是一定要的，然后这次的盒子也是很大，很占空间。彩图是2个形态的展示，黑白大图这次只有1颗大头。魔神凯撒 Skull 据称有超越神与恶魔的强大力量，跟之前的魔神凯撒或是无敌铁金刚系列完全没有关联。原作从头到尾就是战你娘亲，完全没有要解释机体来源的意思哦。只知道除了2个驾驶之外，没有人可以驾驭。2位主角驾驶共同乘坐在指挥厅里，一位负责近战攻击，另一位负责远程射击。通常状态下会有部分的武装被封印，无法使用，必须与飞翼合体之后才会解除封印。原因当然也就没有明说啦，反正就是战啊，其他都不重要。铁破系列嘛，所以那个尺寸不会小只，头顶高来到了25公分。铁破系列吧，所以那个重量也不会太轻，单体的重量不含配件飞翼就来到这么重啦，舒服，手很酸。对照一下原设定，铁破嘛，哪次不会对外形做相当程度上的修改嘞？除了身上的细节变得更丰富之外，原本外形上的锐利感也是加重了更多啦。各处的突出物还有装甲边缘也都更加强化了造型感。不过因为要兼顾到穿披风后的身形，所以还是有稍微调整的上胸的比例，可是也同时加大了肩膀的尺寸。面部的呈现凶恶感相当到位，头冠内侧也很仔细的有呈现构造，就算通常都会把指挥顶放进去，却也没有因此马虎。胸前的双枪尺寸也都加大，更加强调双枪合并的恶魔脸哦。而中间的骷髅头造型也改成比较凶恶的样貌啦。胸部上的金色纹路当然也是夸张化了。浮雕整个气势之外，周边也多加了橘色的勾线，让双枪或是斧头在使用的时候，身体不会感觉太单调。另外背后也增加了不少细节哦，两侧露出里面的机械结构之余，也像是2只眼睛看着你啊。前面说到加大了肩膀的尺寸，前臂的尺寸也就明显的增大了不少哦。小腿跟脚掌对照同系列的大魔神凯撒，这边基本上是一样的啦，可是在膝盖装甲还有边缘都有做部分的改模。几乎全机涂装，漆面平整，没有看到溢漆或是有疙瘩之类的问题。整体的色系都较为深沉，尤其腹部还有上臂、大腿都采用了深铁灰色的涂装，也就加重了重量感。而胸前的双枪还有手臂的臂刃也都采用金属深红色来呈现。头颈不是分件，整体的可动范围都还不错。抬头则因为头盔的造型多少会有一点妨碍啦，不过那个并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身体的结构跟大魔神凯撒类似，同样是靠下面的关节来水平转动，还有左右倾倒。上面的关节则是负责前后弯曲，脊椎也有做出联动的造型设计哦。中间段露出了2条红色管线，算是蛮神来一笔的细节。手臂转起来没有问题，肩膀装甲是独立零件可以拉开，上面的大脚可动，侧面的装甲也可以上下调整。根部的球形结构对多方向范围有一定的提升，但是对单方向的帮助就相当有限啦。水平抬举可以超过90度，上臂可以转动，下臂也可以独立转动。手臂弯举是双关节，所以范围优秀。另外对关节也有防穿帮的设计哦。手腕也有1个球形关节，附属了1对全可动手手，还有3对造型手手。侧裙甲可以掀开，大腿抬举受限这块的小装甲，但还是可以稳稳90度。水平抬举也是90度，大腿可以转动。膝盖关节的设计跟大魔神凯撒一样，所以稳稳小腿贴大腿。同样小腿的末端2侧的装甲可以掀开，脚掌结构可以转动，前后左右的范围也都不错。脚掌的前端有一段关节，
这边另外拉出来稍微提一下 ，CCS Toys 的肩膀根部还有脚掌的设计，因为可以让整体的表现都有到80分以上，所以同系列多数机体一直沿用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是几只玩下来之后，肩膀根部关节对手臂向前的帮助，对那个胸部越来越大的机体来说是越来越有限啦。而前脚掌的关节紧实度还有脚踝关节差距太大了，摆动作的时候其实很不好瞧哦，常常以为你是站稳的，结果它是在踮脚。Scout 的最大卖点，比起翅膀，我觉得还是初登场的破烂披风更加吸引人呐。这个破烂东西在善于魔改的 CCS Toys 手上，当然也是一阵大魔改啦。但单看这件披风的布料是比比基尼还要少了，不过周边3条铁链直接对视觉感有增益的效果哦，所以整体看起来并不会太单薄。结构上底部是有另外有一个基座，用来连接几条可以有限度调整位置的橡胶破布。安装到本体的时候，需要移除原来的领口，连接方式主要是磁吸式，不过不会轻易的松动。但本款的2手腕同样有增加手铐还有铁链哦，连接方式要先移除原本的手腕外装架。装上披风之后，就可以明显看到，就算披风的布料很少，但借由几条铁链还有2个大手铐，加上披风的颜色并不是采用原设定的浅色，而是配合本体用了深色系来达到视觉的一体化。因此本款虽然披风的布料不多，可是重量感表现却很充足哦。本款的指挥艇是完全变形，不需替换零件，变形的结构也都很简单，可是因为零件的接点转轴相对比较小，所以在操作的时候请格外的小心。另外就是变回指挥艇的时候，主翼折叠并没有比较清楚的操作方向，因此需要更加的小心。本款又附属另一个头部，重现原作第2话右眼被破坏的样式，除了右眼的伤之外，其他部分2颗头都是一样。龙卷增压飞拳是可以飞出来的，不过拔的时候要多注意避刃的尖角，小心零件或是你的手损坏。原作飞拳飞出去的时候，并没有增大避刃的效果，单纯就是个旋转飞拳。而本款也就没有附属对应的特效键之类的，但毕竟是魔改风格啦，所以喷射技的细节会比较多，也比较夸张化。Blaze Toligan 胸前的射击主武装重现可以直接拆下变成双枪，拆下后突出的骷髅把中间的延长件给拆掉，再把骷髅装回去就好。双枪的结合方式是延长件2边的接点，加上2把枪侧面的磁铁，所以没有中间的骷髅，2把枪也可以合并，但它没有实质的作用。枪身是金属深红色涂装，加上透明零件所组成。展开的时候，枪头要往外拉。握柄跟前端的角都可以稍微调整位置。弹匣可以取出来，而且里面的子弹涂装很仔细哦，很加分。手臂避刃的预备弹匣也有重现哦，就是比较大根的那一根避刃啊，不过不好拆卸。弹匣里的子弹一样有涂装，但是那个载弹量比较少，一样可以插回枪里。另外，为了重现剧中持枪耍帅的动作，有附属2个手腕的延伸零件哦。合并成斧头，本款采用2把枪加上替换件，一方面稳固斧头的结构，一方面夸张化整把斧头的造型。中间的替换件接点有正反面要注意，斧刃则是直接替换掉弹匣装进去就好。斧头是斜的为正常现象，不要慌张。最后再插上握柄跟末端的零件就完成了。斧头的外形有经过一番的改造，不过大概是为了斧刃接点的强度啦，所以那个斧刃尺寸并没有疯狂的增大。但既然都是魔改风格了，我是觉得可以把尺寸做得更夸张也没有问题，那个风格依然会是一致。压斩刀 ，Scout 最具标志的武装，本款同样在外形上有做了调整，尤其是在末端增加了一条整合本体风格的铁链。若你不喜欢，当然也可以不装。不过或许因为有内藏新增的机关啦，刀的前端并没有做得太过锐利，所以变得有点偏向是钝器的感觉，就像是玄铁重剑那样。握柄可以依状况换成比较长的版本，要装在背后需要另外使用连接件。然后我手上这一把的接点外盖有点太松了。握柄不像超合金魂版做成伸缩结构，是因为本款有新增的一个机关，里面内藏了一把蛇腹剑啊。但这把蛇腹剑其实有点尴尬，因为本款为了破例还有后面的新增玩法，
另外附属了一把尺寸更大、还带可动的蛇腹剑哦。顿时这把可以收纳但不可动又比较小把的就失去了定位啊。大把的可动蛇腹剑，每一节都可以调整，只是这个材质损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，请注意保存。Scout 的设定上有一台女性外观的支援型机器人温格尔，原作最后温格尔会跟她的翅膀分离，然后自己在地上跑，因为翅膀去跟 Scout 合体去啦。本款并没有温格尔，但是有翅膀，接点跟关节都是金属材质，加上尺寸很大，所以有一定的重量。2根尾翼是球形关节，可以调整角度。恶魔翅膀的风格强烈，同样增加了很多细节。展开后更大更有气势，也更占地方。站在的隔壁表示新来的，你的翅膀挡到我啦。根部可以转动，还有限度的前后。第一节有上下的关节，第2节有内藏额外的前后调整关节。飞翼本体的后侧跟推进器有联动机关可以拉开哦，不过重点是拉开后机背上会显现温格尔的脸呐。虽然这个有违原设定啊，但都在魔改了这个小地方，反而是加分啊。涂装完成度也很高。另外后侧打开之后，把接点翻下来，就可以把可动的大蛇附件给装上去啦。这下子有了恶魔翅膀，也有了恶魔尾巴。装上本体也很简单，背后的外盖打开就可以看到滑槽接点啦。安装跟拆卸手感来说，对比前一款类似结构的大魔神凯撒有改善许多哦。本款的发光机构只有一处，电池匣从中间的骷髅头处拔出来，这边要吃2颗 AG5 型号的电池，插回去后开关在领口，就只有眼睛会发亮。发光机构这次的重点在另外一个红色比较大的电池匣哦，前面接的是超级帅气骷髅大爆射特效剑，来自跟飞翼合体之后才能用的大招地狱烈焰。这个电池匣要吃3颗同样是 AG5 型号的电池，安装方式还有开关都跟前一个一模一样。配合右眼破坏的头部，这个发光特效剑的呈现确实有够凶恶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从侧面看那个穿帮有一点严重了，所以我们不要从侧面看哦。最后是地台支架啦，一样是铁破系列祖传流指纹烫金 logo 地台，接点同样是滑轨，所以很稳固。另外，最后的最后，一定会有人跟我一样，翅膀跟披风我都想要装上去，但很可惜，装上翅膀之后，披风的围巾部分还有铁链的空间都会被挡住啦。硬装你可能会弄坏零件哦，请打消念头。有披风的形态对照，分别是超合金混版还有 SR 超合金版，3种外形随个人喜好。披风状态下，本款因为颜色设定比较深，所以也是3款重量感上最重的。当然，身为与本款同产品量级的超合金魂，很不幸的在各方面皆输的状态下，除了外形我能说见仁见智之外，真的没有可以护航的地方啊！而且至今都没有要推出翅膀的感觉。对照 SR 超合金有飞翼的版本，虽然 SR 超合金版的整体身形偏瘦，但基本上还是以原作的外形为基准，所以对比本款会比较阳春。部分颜色跟披风版的设定是不一样的哦，同样采用比较深的配色。不过我手上这支 SR 超合金版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症，腰部关节基本已软，撑不住翅膀啦。膝盖的齿轮关节太浅了，也几乎都没有保持力了。很莫名其妙的一尊魔神凯撒，单就3集的 OVA 实在也讲不到什么背景设定啦，相对的代入感也就比较低啦。虽然因为全片从头站到尾的风格着实强烈，所以就算没有代入感，可是印象还是相当深刻。因此即使剑走偏锋，还是有相当不错的效果。至少离原作10多年了，还有商品化，这个表示还有市场价值啊。本款维持一贯 CCS Toys 的水准，近30公分的空间毁灭者，绝不流行会歌手的魔改外形，玩到手酸甚至会生气的合金含量。新增的机构有够莫名其妙，却又觉得合乎逻辑。铁破这条产线对于自己的目标群众掌握还是相当清楚明了的。至于本款的 QC 方面，这是少有听到比较严重的问题，没有断头断指，也没有耍任性的发光机构，没什么太重大的致命缺点啊，顶多就是那个披风跟翅膀不能共存，有一点可惜。因此整体来说，我会给这款不错的评价，即使我对 Scout 实在没有太多爱。总之，本款可以说是目前 Scout 合金完成品的最佳选择啦。
毕竟同级的超合金魂实在是无言以对啊。况且超合金魂目前也没有要出翅膀的计划啊，所以在完成度跟完整度而言，只能说抱歉。再来就看有没有厂商要挑战最后那一台可变摩托车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